是只小牛，跑呀跑过来，脚下的石头将我给绊倒。哎呦，模样潦草，登上大舞台，火遍全网，我也很意外。朋友们好，最近全网爆火的牛来梗啊，刷遍各大平台，所有的人呢都在整着自己的好运牛来。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真正顶级的大牛啊，真正的好运牛啊，早就扎根在青藏高原，在这里称霸上万年了。它不是网红的小牛，不是滤镜里面的萌宠，是实打实的靠硬实力活在生命禁区的，在雪域的生存之王牦牛。我之前摩旅西藏啊，见过这辈子最震撼最离谱的画面，大概就是大雪封山，漫山白茫茫的一片呢，放眼望过去啊，寸草不生。这个时候风都刮得人脸都生疼啊，妥妥是无人生命禁区，普通人站几分钟就冻得发抖，缺氧窒息啊。可是就在这么恶劣的雪山上，一群牦牛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站在山坡上，慢悠悠的溜达，稳稳当当的站着，仿佛不是渡劫求生，而是在雪山度假。我当时啊就直接看懵了，满脑瓜的疑惑，这个大雪呢把草都全埋了，你们搁这干嘛？喝西北风？啃雪充饥吗？这也太离谱了吧。后来我去了西藏牦牛博物馆，才彻底搞明白，牦牛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牛，它是高原开了挂的顶级生存者。很多人对于草原的印象啊，是绿油油的肥美的牧草，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是在西藏的高原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优越条件。西藏为什么叫雪域啊？就是因为这里常年下雪，植物的生长期极短。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绝境，也是动物生存的绝境。可是在牦牛眼里呢，这片绝境啊充满着自助餐。别的动物挑肥草吃，而牦牛呢从来不挑食，地上什么枯草啊、硬草啊、草根啊，贴着地皮生长出来的苔藓啊、地衣啊，凡是土里长出来的植物，它通通都能拿过来消化。你觉得高原贫瘠荒芜，对牦牛来说食材丰富，管饱够用。最绝的呢是暴雪天气啊，整片的草原都被厚雪严严实实的盖住，别的动物啊要么挨饿冬眠，要么长途迁徙逃命，根本就找不到一口吃的。唯独牦牛啊自带专属的雪地干饭技能，它会低下头，用厚实的嘴唇，用硬朗的嘴巴和鼻子吭哧吭哧吭哧把那个雪层啊拨开，然后呢把雪底下冻得发硬的枯草苔藓拱出来吃。动作看似有点憨也有点笨拙啊，但是每一下都是为了活下去，坚韧又霸气。这牦牛啊不光会找吃的，它的身体啊更是自带高原的外挂。别的牛羊啊吃一点枯草冻草就容易生病拉稀掉膘，环境稍微恶劣一点就扛不住。但是牦牛完全不一样啊，什么冻草、硬草、枯草根随便吃，天天吃，身体照样硬朗结实。冬天食物紧缺，严寒吃苦，它还会自动开启省电生存模式，降低身体代谢，减少能量消耗，能扛能熬能坚持。总结起来就是9个字：冻不死，饿不死，累不死，主打一个绝境顽强。我们普通人呢上到海拔4000多米啊，立马就缺氧头晕气喘吁吁的，走2步路都费劲，恨不得立刻吸氧下山。雪季拉山，海拔4250米，海拔4250米。而牦牛呢，常年在零下20-30度的狂风大雪里面生活，一身厚实的长毛就是天然的加厚大衣。缺氧严寒对他来说基本形同虚设，他把高原的绝境活成了专属的主场。很多的朋友啊去到西藏，看着牦牛憨憨的、呆呆的、慢悠悠的，总觉得它是温顺的网红吉祥物啊，兴冲冲的凑上去想撸牛拍照打卡。但是我劝大家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骗了啊！牦牛内心的 OS 是这样的：别过来呀，朋友，我不是拍照道具，我是高原的狠角色。尤其是那个野生牦牛啊，它体格魁梧，牛角锋利，战力拉满，在整片雪域高原几乎没有天敌啊！你看似沉默温顺，但是真被逼急了，谁都不好惹啊！妥妥的高原顶级生存强者。其实牦牛对藏族同胞来说，从来都不是普通的牲畜，是伙伴，是家人，是雪域生活的全部底气，更是高原文明的根基。牦牛是名副其实的高原全能充电宝，千年高原之母。以前交通闭塞啊，全靠牦牛翻山越岭驮物资，牦牛是高原唯一的运输主力啊。到现在，牦牛依旧全身都是宝，从头到脚没有一点浪费啊。你看它牛奶可以熬酥油，打酥油茶，是藏地的日常标配。牛肉是高原过冬的硬核粮食，牛皮能做鞋子、做背包、做牛皮船，
挡风耐磨。牛毛可以编织衣服、编帐篷，戳结实的绳索抵御风雪。牛尾可以做成佛尘，牛骨可以打磨成精美的饰品。就算是很多汉地人一脸嫌弃的牦牛粪便呢，那也是藏人的宝贝啊。高原没有煤气，没有暖气，没有随处可见的柴火，晒干的牦牛粪就是最好的燃料啊！取暖、做饭全靠它，撑起了藏地百姓的日常烟火啊！全世界真的很难再找到第二种动物能像牦牛那样把全身的价值奉献到底，全方位的包揽高原人的衣食住行。有藏人的地方就有牦牛，牦牛扎根雪域，藏地的文明才能生生不息。正因为如此啊，洁白的牦牛一直被藏民尊崇膜拜，视为瑞祥神兽啊。所以在藏地啊，牦牛的地位早就超越了动物本身，直接刻进了藏民族最古老的信仰里面。西藏的雍宗本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图腾金翅大鹏鸟，藏语叫做琼，这个是藏人心目当中的神鸟。当你仔细观察这只琼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牛、人、鸟三合一的图腾。头顶的牦牛尖角承载着牦牛极致的力量，人身呢代表着人类的智慧与坚韧，双翼凌空，拥有飞鸟的自由与气魄。远古的象雄先民啊，把雪域最顶级的生命力、意志力、生存力全部聚集在这尊图腾里面。简单的来说啊，藏地最神圣的神兽，骨子里的核心力量就是牦牛。牦牛隐忍、坚韧、绝境求生、默默奉献的特质，千年以来慢慢的内化，变成了藏民族性格底色。不张扬，不抱怨，能吃苦，能扛事，沉默内敛却内心强大，风雪压不垮，绝境能扎根，这就是牦牛的精神，也是藏人的风骨。现在全网都刷牛来啊，是大家期盼时来运转，好运降临，逆风崛起。但是高原的牦牛啊，早已完成了上万年的终极牛来，它没有温室呵护，没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不靠运气，不靠滤镜，千百年来独自在冰雪里面硬扛，在绝境里面扎根，在风雪里面坚守，默默生存，默默奉献。雪可以盖住草原，盖住山路，盖住整片的雪域，但永远盖不住牦牛想要活下去的决心，永远盖不住雪域森林的韧劲。不是牦牛适应了西藏，是牦牛天生就属于这片雪域。外表憨憨实实，实力封神顶级，这就是真正的雪域之王，这就是属于高原最硬核的牛来。觉得牦牛牛逼的朋友，评论区统一扣一波牛来了！从今往后一路牛牛牛！我是只小牛，跑呀跑过来，脚下的石头将我给绊倒。哎呦，模样潦草，登上大舞台，火遍全网，我也很意外。我是只牦牛，高原我最大，身披厚鬃毛，风雪我不怕。踏冰啃草，犄角像云霞，雪域山阔，任我自逍遥。牛来了，牛来了，大伙看我来哟！笑一笑，闹一闹，许愿好运到哟。我摔个跟头，你也学不来。我踏雪千里，你也追不快。网上的热闹是不是很嗨？山里的风才叫真自在。牛来了，牛来了，大伙看我来哟！笑一笑，闹一闹，许愿好运到哟。我跑来，人喝彩，热闹过后，梦还在。